远之，这老爷子答应了。答应了？那我出马能不答应吗？嘿，就我这3寸不烂之舌，我跟你讲，说到最后啊，是他求着我去参加比赛的。这得亏现在是民国，你呢又是个大男人。要换做以前在宫里，你要是个丫头的话，就你这舌头，早给你割。不好吧？我就算是个丫头，我也是你的丫头。那我就算是没了舌头，我也会把你照顾好的，是不是？哎，那你归安吧。这有点过分了吧，主人？哎，干什么呢？这么多人啊！哎，对了，他们同意了吗？你别提了，孟老板还好，说一切都听你的。哦，其他几个老板都想自己参加，我这么一说，差点都炸了锅了。他们是不是疯了？也不看看你是谁的内掌柜。我现在倒看出来了，你早知道他们要炸锅，让我去当这个恶人。咱们俩不是一个主内一个主外吗？合作的很愉快，登对。哎，站住！别跑！别站住！跑什么呀？哎，别跑！哎，臭小子，跑！让你跑啊！这臭小子拿了我们的药，没给钱，钱我来付，动手干什么呀？苏檀儿，苏檀儿，这是怎么回事啊？姐，阿妈病了，没钱买药了。你来了，你今天累不累啊？还好。我来。给我吧。这马甲你做的？这不入秋了吗？做件马甲给你穿在里边，也不知道你喜不喜欢。哦，我差点忘了，你是四合祥的老板，怎么会缺衣裳呢？算了算了。比起四合祥的师傅，手艺是差了点，但这份心意挺好的。我早上炖了鸡汤，我这就去给你盛一碗。刚搬进来住着舒服吗？院子太大了，我一个人的时候还有些害怕。这么大的院子，你一个人打扫，累坏了吧？你来我就高兴，高兴了干什么都不累。你这么看着我，我心跳太快了。我去给你盛碗鸡汤。如果让陆远之在这次万国服装大会上拿了头彩，那么以后我们对付他，还有那个三菜堂，是不是就更难了？
我没跟你说过吧？我从小就会跳舞。额姬说，看跳舞就会高兴。你会跳什么舞啊？那我跳给你看。就是。阿玛，阿玛，我回来了。阿玛，谁？谁？我是康宁啊，阿玛。谁叫他回来了？阿玛，姐姐帮咱们结清了煎药铺的药钱，还给您请了大夫，一会儿就到。你怎么就不听我的话呢？咱们就是穷死，也不能花他的钱。为什么阿玛？阿玛，你知道吗？我有多不容易才从天津回来的。你永远都不要回来，阿玛。阿玛，我就您一个亲人了，你真的要这样对我吗？你别叫我阿玛，你心里但凡有这个家，有阿玛，你就不会丢下我们不管了。我知道你从小是宫里养大的，跟我们就那么回事儿。你打从回到了驸马府，我就一天好日子也没过过呀！阿玛，对，还有他，你们两个，你和这个陆远之，在外头惹是生非。你一天到晚的，老是找你姨娘和你弟弟的不是，可到现在呢，临了了，还就是他们俩陪着我呀。阿玛，我知道这么多年我没有照顾到您，您心里有气。不管您要打要骂，咱们先看病治病好不好？我不用，你给我滚！你给我滚！没事吧？你滚得越远越好，滚！驸马爷，这事情都过去这么久了，康宁都放下了，您怎么还提呢？那他这些年没来看您是为什么？您心里不清楚吗？还不是因为您逼婚的事儿。滚！你让我静静点走好不好啊？咱们走吧。康宁，康宁，之前都是我的错，是我糊涂，害了苏家小姐。你们想怎么惩罚我都行，打我、骂我，我都能受的。我只求你，求你救救老爷，我求你救救老爷，他可是你的亲阿玛呀！别求，我就是死我也不。老爷，阿玛，阿玛，老爷，阿玛，阿玛，老爷，快！
如果这次事情办成了，我会说服我们大野商会的会长，推荐你加入我们大野商会。你们四合乡以后也可以在上海、在广州开设分店。实话说，论手艺，你和卢远之不相上下，但据我所知，他会天衣无缝，是不是胜了你一筹呢？听说那个什么万国服装大会就要开了，各国的裁缝都会带着他们做的衣裳过来，你们四合祥去不去啊？你不去吗？陆远之是商会会长，这种事情自然他会出面，轮不到四合祥。为什么？这种事情不应该是谁有本事谁去吗？你觉得我比陆远之有本事？那当然了。你别以为我在哄你，我说的是真的。即便是你在哄我，我听着也开心呢。说实话，我是想和陆远之好好较量一场的。今天坂本玉三也邀请我代表大野商会去参加万国服装大会。真的？那你答应他了吗？还没想好。怎么了？如果踏出了这一步，就没有退路了。这次万国服装大会只能赢，不能输，不然日后在京城制衣行的同行面前，就再也抬不起头了。你是怕那个陆远之？他真这么厉害吗？连你都没把我赢他？今天坂本跟我提到了天衣无缝。天衣无缝是什么？是一个针谱。不就是一个针谱吗？那他能用，你也能用。我们想办法把它拿到手，你学会了不就好了吗？我是不是说错了，默生？我知道这不是君子所为，对不起啊，默生。我真的只是想让你赢。默生，默生，对不起，默生，我知道错了，我收回我刚才的。默生，我真的知道错了，我没有别的意思，我说的那个话，我只是想让你赢。默生，对不起，你快起来，你原谅我吧，你原谅我吧。哎呦，傻瓜，我逗你呢。纵使山河艳囊，怎敌你眉间情长？起来，我现在去找坂本，答应他。默生，怎么样？有线索了吗？我已经派人正在进行全面的排查，并且专门设了岗哨，专盯坂本不好。一有什么消息，马上通知你和远志。你这个时间来，就是专门问这个的？坂本让我代表大野商会参加万国服装大会，我准备答应他。不是你疯了？你知道这是个坑，还往里跳？我有的选吗？我现在唯一能做的，就是告诉你一声。哎，令尊是风邪入体，没有得到及时救治。我觉得你们还是去医院看看。我想给老爷子开几副药，先吃着。需要开什么药您尽管开，让下面的伙计去三菜堂结就行。索塔尔，你跟大夫取药去。
那我先告辞了。哎，我送你。哎，阿玛是几时病的？你走后不久，讨伐大帅的人就跑到驸马府，又砸又抢，原本家里就不剩什么，这下更是全完了。最后没多久，你阿玛就染上了肺病，实在没钱医治了，只好把驸马府给卖了。你也知道，你阿玛这辈子就是个做爷的命，吃不了那么多苦。这卖宅子的钱，我知道，以阿玛的性子，再多钱都不够他花的。后来我们就搬到这儿，靠我浆洗衣服度日。你阿玛的身子时好时坏，我早就知道，可是不曾想前些天招了些风寒，一下子就不好了，越来越严重了，我实在是没有办法了。康宁，我求求你，我求求你救救你阿玛吧，你让我做什么我都愿意，我给你跪下磕头。姨娘，您起来。康宁，他是我阿玛，我不会不管他。我现在要想一想，怎么样能让他心情好一点。老爷，老爷，老爷，好多了。康宁，康宁，你怎么了？看到我阿玛落到今天这般田地，我心里不好受。你呀，放宽心，等吃完这几副药，如果他还没有好转的话，就让丽君呢给他介绍杨大夫瞧瞧。不管怎么说，都等病治好了再说。你已经不是以前那个康宁了，他呢也不是以前那个驸马爷了。这样，等他病好了呢，咱把他接过来，跟我们一起住，好不好？你的心意我知道，就是怕到时候他还是不肯认我这个女儿。那怎么办呢？他当了一辈子的王爷驸马，都是别人听他的，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。但是今天让我欣慰的是，那敏对我父亲倒算是真心，到现在还跟着他。以前是我小瞧他了。没想到蒋老板这么快就回来了，一定是考虑出结果了。我来是想让你帮我转告大野会长，准备等我的好消息吧。我早就说过，蒋老板是个聪明人。不过有一点我很好奇，不知蒋老板怎么做，才能胜了陆远之一筹呢？坂本先生放心，我比任何人都想赢了陆远之。好，有蒋老板这句话，我就放心了。有什么条件，你尽管提。其他的倒也没什么，不过我觉得坂本先生既然信任我，就没有必要再派人跟着我了，也没有必要再派人盯着白府了吧。蒋老板，千万别介意，这都是之前的一点点保护措施而已。既然你我已经达成一致，那这种要求是应该的。不过，我也希望蒋老板能够全身心地投入到参赛作品中。至于四合响的生意，我想就让佐藤
替你打理，如何？既然江老板已经为小绣娘筑了新爱巢，不如江老板就在那里做新衣裳吧。有道理啊，美人、美衣、美不胜收啊！哈哈哈哈哈哈！谁叫他回来呀？咱们就是穷死，也不能花他的钱。为什么阿玛？阿玛，你知道吗？我有多不容易才从天津回来的。你永远都不要回来。阿玛，我就您一个亲人了，您真的要这样对我吗？你别叫我阿玛。你心里但凡有这个家，有阿玛，你就不会丢下我们不管了。怎么了？发生什么了？左手，我看看。别担心，我好久没有这个样子了，我能感觉得出来。最后一关很快就过去了。我现在最担心的不是你阿玛，而是你的身体。你放心吧，我一直都在告诫自己，绝对不会再碰大烟了。这样，明天就是中秋了，你跟我一起去给瑶瑶和师娘送个礼，然后就回家。我们两个踏踏实实的一起过节，好不好？好，我以后一直都会陪着你。我也会一直陪着你，咱们一起共度难关。不哭了，啊！怎么了，邹老师？突然要见面？组织上有个新的任务，我马上就要离开北平了。你在进步青年和学生中的工作开展得很好，组织上非常信任你，所以让你接替我的位置，并为你指派了一位新上级，指导你展开接下来的工作。一切服从组织安排。白福，少奶奶，默笙干什么去了？怎么到现在都还不回来啊？这个小的不知，如今四合乡艰难，少爷忙得很。你真是糊涂，那么忙还不派个人跟着他点儿啊？少奶奶，你小点声，你没看见外面那些个日本人吗？
瑶瑶，你没事吧？白福，你先下去吧。哎，瑶瑶，现在四合乡不是我说了算了，你以后还是少来这里，不然我担心你啊。我是来给你送换洗衣服的。你和干爹那天吵成那个样子，我也不好说什么。本来想着搬来四合乡陪你一起住的，所以得先问问你的意见啊。你这马甲什么时候做的？我怎么从来没见过呀？今天早上出门太冷了，我在店里随便拿了一件。瑶瑶，对不起，我自己惹的麻烦，到最后还要为难你。哪有什么为难的？我是你的妻子啊，自然是要和你一起的。你要是在这儿住得不舒服，我就陪你搬出去住。你先好好养身子，搬家伤身又费力，你好好守着家，我早晚是要回去的。如今这样，我也不知道做什么才能合你的心意。今天是中秋节，我没时间陪你和娘回家过节，我带了礼物让白府给娘送过去。这个是我在金宝斋给你订的。花苞娇嫩，我还哪里是从前那般年纪啊？我是想告诉你，你永远合乎时宜，合我心意，一如往昔。来，我给你戴上。少爷，警察局那边来信了，说找到了证人，让您去一趟。好，你带上礼物，把少奶奶送回去。哎，注意安全，早点回来。好。丫头，你怎么在这儿？我这约了人吃饭呢，我还想问你怎么在这儿呢？你跟踪我？我哪有跟踪你呀？我也是约了人在这个房间谈生意，我今天要出货呀。要不然你换个房间，把这屋留给我。那不行，我都跟人说好了，人都来的路上了，不能换。你这孩子，我有重要的事儿，你怎么老是跟我对着干？你说，哎呀，赵老板，先坐下，我先给你按摩。那个，要不这样，一会儿呢，谁的人先来了，另外一个人就先走。哎，行。这是菜单，您二位看看吃点什么。这泰丰楼的名酒是醉八仙吗？可不是嘛，咱家招牌。您来一壶。一会儿再说吧，您先忙去，哎，再叫您。爹，你刚才那个问题，你能再问一遍吗？我是问泰丰楼的名酒是不是醉八仙，我想看看还有什么别的新鲜的，我要尝尝。
这孩子，不是，是女儿红。你，爹，你跟我回家说去。三爷，人已经带到了。好，下去吧。是。死了？怎么回事？我们发现的非常及时，抓捕也没有任何纰漏。只可惜，日本人早有准备。会长，刚刚得到消息，国民警察试图抓捕景天，景天君不辱使命，以身殉国了。他们还真敢插到我们的头上，可惜他们枉费心机，没有机会了。我们在死者的衣领上发现了毒药，这条线索算是断了，只能朝其他方向努力了。就算有，我们也不能再查下去了。为什么？一方面，我们没有任何切实的证据可以去调查日本人；另一方面，死者的右手虎口上有一个老茧，应该是长期接受过军事训练，所以这个人一定是个日本特工。特工不能作为证据吗？当然不能，我们没有人证，没有物证，连口供都没有。你总不能让我用猜测去论版本吧？我不太明白这个版本到底是什么人啊？他手底下为什么会有特工啊？也许是日本军官、基政要员、间谍都有可能。只有一条，这个人不可能是一个普普通通的日本商人。所以默生，我劝你一定要再好好考虑考虑。你确定要代表日本商会参加万国服装大会吗？哎，大哥，你跟日本人合开成衣店，在商言商，我可以不管你。你带他们进入四合祥，是他们逼迫你的，我也可以理解。但是你代表他们参赛是什么意思啊？我为什么不能？你怕什么？我怕？你怕我在万国大会上赢你？我是担心你。这个人找一次丢了，找一次死了，你还不明白吗？他们是在利用你，我不想有一天照片上的人换成你，懂吗？那又怎么样呢？本来大家都是在互相利用，他利用我拿金奖，我利用他用这次机会好好跟你较量一次。远之，我这辈子最可惜的就是没有真真正正的跟你较量一次，这一次我绝对不会退。你俩就别说坐下。我看你是疯了。你真的了解过我吗？我们万国服装大会上见吧。姐姐，劳您费心了。原本咱们该一起过这个团圆节的，只要你和大哥好好的就行，咱们以后的日子还长着呢。本来远志也要来，可临出门前被郭子叫走了。我知道，默生也去了。如今我也学聪明了，他们的事儿我不问。夫妻之间啊，本来就是你让让我，我让让你，日子才能和顺。对了，我今天去找默生了，跟他说我愿意跟他搬出去住。虽然他说不用，但是我看他的神情好像高兴了许多。还去金宝斋呀，送了这份礼物给我，你看。这是大哥送你的。想必他也知道他之前的话过分了，这会儿来哄哄我。这份耳坠已经被人定下了，只有这一副。那要不这样吧，定金我们双倍赔，这个卖给我们吧。哎呦，这四合祥的姜老板，我可不能得罪呀。
这真是巧了。所以说呀，是谁的东西就是谁的。啊，对了，前几日我也去了金宝斋，看到一对芙蓉玉的耳坠子，是桃花盛开的样式，特别适合你。可惜被人订走了。没关系的，姐姐，你的心意我又不是不了解，何况我有默笙送我的这一段就已经够了呀。远之还给大哥备了礼物，你看怎么给他合适？其实我一会儿打算去四合祥陪他过节的，给他一个惊喜。他可能觉得我早上去过了，就不会再去了。你现在啊，真的是对大哥越来越上心了，真替你高兴。姐姐，你这次何不跟我一起去？我觉得解铃还须系铃人，你们该需要一个机会好好谈一谈。你说，什么时候的事儿？在上海的时候就……这么多年，我又当爹又当妈，把你拉扯大，我容易吗？你什么时候把爹放在心上过？这么大的事儿，你都不跟我商量。这有什么好商量的呀？爹，你这思想觉悟也不够高啊！我的思想觉悟不够高，你别忘了，我还是你的上级呢。你，革命是非常残酷的，岂能儿戏呀，孩子。我知道，爹。你看，现在不是也挺好的吗？我们有一样的理想，一样的信仰，咱们以后一起出生入死，一起为革命献身。那你打吧，你打死我吧，反正你打死我也不能改变得了什么了。打。瑶瑶，还是算了吧，这样的日子我就不去打扰你们了。没事儿的，就是这样的日子才要喝酒啊，一笑泯恩仇。行，如果能解开大哥的心结，他们两兄弟可能也会赶紧好起来。那可不是嘛。哎，那不是大哥吗？奇怪，他这个时间要去哪儿啊？他不会是去找版本吧？我们跟上去看看吧。黄包车，爹，别生气了，以后什么事我都告诉你，行吗？这次万国服装大会的背后，还牵扯到了一桩价值2000万银元的布匹生意。啊？国民政府的商务部和日本的商会签订了一份对赌协议。我不是说这个，你刚才还骂我呢，现在又给我谈起任务了。你站好听着，这次万国服装大会，如果我们赢了，我们就可以把价值2000万银元的丝绸出口到日本市场；如果我们输了，就得把同等价值的日本棉布进口到中国的市场。咱们丝绸又不愁卖，这日本棉布能跟咱们丝绸比吗？这商务部脑子坏了。他们一点都不傻，所以我们怀疑他们中间有人被收买了。这份协议的内容一旦对外公布，肯定会引起轩然大波，所以他们双方都是三缄其口。所以说，咱们这次万国服装大会必须得赢。是陆远之必须得赢，所以你这次的任务就是去三才堂给我盯着，可千万不能出事儿。默笙，累不累啊？我用茉莉煮水洗了衣服，你闻闻香不香？猜我给你带了什么？哇，送给我的。来，我给你带上。好看吗？江默笙，
江默生，我就说你怎么转了性子，劝瑶瑶留在白家，还当你是心疼她。你来干什么？捉奸，轮不到你吧？那轮得到我吗？在一场美梦，你的泪，你的美，追不回。忘掉整个世界，我的罪，我的悔，不再沉睡。在隔一角的每一片，你在回。发现我伤痕累累，跑出热血的这一天，我不会倒退。你在乎谁呢？你在乎谁呢？你看我生来卑微，死后为谁立下丰碑？是对他忘了不会去满杯，多少次我看看风月走下台阶，发现肩膀一残绝不绝抱歉，这条路谁也不能僭越。再见，就当我来不及告别念一句。